雀梅8月修剪的主要目的是对枝干做进一步定型，调整枝托的成型方向，把无用的枝剪掉，确定好需要蓄养的枝条。修剪前先脱掉它的叶，露出骨架，修剪会看得更清楚，新长出来的叶会更小。选择在8月修剪，是因为今年长出来的枝在这个时候已经半木质化，把心定好，修剪后容易从叶叶发出新芽，枝干在秋季还有一次增粗的机会。雀梅生长中容易乱出枝，尤其是枝条节点养分集中的地方，像这种重生枝会截取主干前端大量的养分，留一个枝条做侧枝。由这个枝条蓄养。雀梅造型的手段主要是续剪，讲究枝干的过渡和自然流畅的变化。这种枝在出芽的时候就要把它抹掉，空养不及时会使节点膨大变形。脱长枝在雀梅生长中是最常见的，一定不要留。像这种对生枝，只留一个枝做主枝或做侧枝。对雀梅修剪，要确定主枝的成型方向，才能把握好枝条的取舍。修剪没有明确的方向，就会感到动手难。像这个枝头的成型，先剪短所有的侧枝，剪掉这个枝，留下来的就是要蓄养的主枝。盆景修剪中对枝条的取舍及方向的确定是有章法的，就像上面这个剪枝的过程，修剪不是全凭经验，关键是基本的章法。所谓章法，就是盆景造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。简单的来讲一条在修剪中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基本规则——盆景的竖式形成规则。看看这个主干，上升中的变法，主干朝左倾斜，顶朝右弯曲。这个造型是不是有点被风吹动的感觉？这种动感的产生就是竖式的形成，所有的出枝都顺应这个竖式而存在，也就是按照这个设定的竖式方向去修剪。再来看看这个节顶的修剪，竖式朝右，用盆景的术语表达是右整左让。通俗的理解，右是强势生长方向，修剪时枝要比左边长。留竖式方向的枝做主枝，把反方向的枝剪短，这样就会更加增强竖式形成的效果。把这个过程归纳一下，盆景造型先要设定竖式，枝托按竖式形成，修剪按形成的方向进行，这样修剪就变得非常明确。感觉盆景修剪难，应该还是对竖式把握不好，没有一个明确的枝托成型方向，什么枝该留，什么枝该剪掉，就会混淆不清。这个侧枝与主枝呈90度，剪掉后主枝会显得更加流畅。留这个枝做侧枝蓄养，成型的方向能与主枝基本保持一致。枝托成型中，主枝与侧枝的大方向是基本一致的。像这种偏离方向的枝，要把它去掉，或者是剪短掉拿，改变它的生长方向。这是竖式的方向，反向枝托为让的一面，枝托要回缩，形成增长让短，这样才会增强它的竖式。雀梅每年都会脱皮，雀梅脱皮说明它生长健康。把这层皮都去掉，力求来要防止虫害再次安家。雀梅的枝干愈合不好，结口容易腐烂。像雀梅这种单水仙树种，要及时阻止腐烂，把水仙烂断了就会产生失枝。腐烂的部分清理干净，刷上石榴合剂，
这是已经稀释的溶液，把整个树干也刷一遍。雀梅是喜阳树种，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养护，那样很少有病虫害，而且生长也快。雀梅在修剪前施肥，不能缺水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修剪10天左右已经长出新芽，按照出芽点再补剪一次。我是山泉农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